这是两位绝世美女的故事，她们无与伦比，国色天香。她们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美女西施和汉朝时代的美女王昭君。让我们在成语沉鱼落雁中体会和感受美的含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川讲成语，学习中国成语，掌握汉语精华，了解中国历史，领略中国文化。这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的成语是沉鱼落雁。中国成语数量众多，历史悠久，包罗万象，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无法比拟的。中国成语的故事更是情节动人，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历史的画卷，浓墨重彩，描绘着沧海桑田，娓娓道来，讲述着风花雪月。这也正是成语的魅力。沉鱼落雁这座成语是用来形容美女姿色过人，倾国倾城，美的让鱼忘记游水而沉入水底，飞燕忘记摆动翅膀跌落在地上。可见这是什么样的美女能有这样的杀伤力。中国盛产美女，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四大美女。大家都知道，中国四大美女分别是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这四大美女又分别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美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这两个成语也就由此而来。这期节目我先给大家讲讲沉鱼落雁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在越国有一个叫西施的女子，相貌过人。传说她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清澈的河水映照她俊俏的身影，使她显得更加美丽。在水中游动的鱼看得都惊呆了，忘记了游水，沉到了河底。从此这个沉鱼就成了西施的别称。当时正是西施的祖国越国被吴国打败，成了附属国。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俘虏，当了3年的奴隶，刚被放回不久。越王勾践一直想报仇雪恨。这时他的谋士范蠡告诉他说，咱们越国有个叫西施的绝色美女，何不用个美人计，把西施送给吴王，做个卧底，瓦解吴国。越王觉得这个办法好，这样西施就身负着为国献身的使命，来到了吴国。吴王不知是越王勾践的计策，反而被西施那国色天香的容貌和美轮美奂的歌舞彻底的迷住了。夜夜美人相伴随，日日深宫醉不醒。吴王从此沉溺于西施的美色之中，真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吴王中计，不理朝政，使吴国的国力日渐衰退，战备松懈，最后越国终于打败了吴国。一个漂亮的女人征服了敌方的国王，帮助自己的国家征服了敌对国家。也可以说，西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漂亮，也是最成功的女卧底。沉鱼落雁这座成语中涉及到的另外的一个美女就是王昭君了。她的故事也是凄美动人的。相传王昭君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有人写诗称赞她是峨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公元前36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美女入宫。16岁的王昭君排名第1，被选中进宫。到了王昭君入宫第3年时，当时汉朝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首领主动来汉朝拜访，愿意
归汉称臣，并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汉元帝召进后宫公主，看谁愿意去担任和亲的使命，可没有人愿意远嫁到遥远偏僻的漠北之地。这时，王昭君挺身而出，慷慨应召，为国献身。皇帝接见了这位还没有见过面的妃子，才发现长得居然这么漂亮，心里暗暗后悔，想把昭君留下，但是又不能失信，只能感叹为时已晚。于是就册封王昭君以公主的身份远嫁匈奴。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王昭君肩负着汉匈和亲的重任，作为一个民族和睦的使者，告别了故土，启程北去。天苍苍，野茫茫，秋风起，云低垂。王昭君悲切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冰河牵马渡，雪路报安行。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便入胡笳声。昭君拨动琵琶的琴弦，弹起凄美幽怨的离别之曲。传说天上的大雁听到这动人心魄的琴声，看到这美轮美奂的女子，居然忘记摆动翅膀，跌落地下。从此，王昭君就得来了落雁的别称。昭君出塞后，汉匈两族友好和睦，边塞的烽烟熄灭了整整50年，国泰民安，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祥和景象。西施和王昭君分别称之为沉鱼和落雁，后来也就形成了用来比喻绝代美女的成语沉鱼落雁。我将在以后的节目中给大家讲讲另外2个绝代美女的故事。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